那我们下去看看。他们在卖什么？嘴牛。超酷的耶！哎， Be careful！ 哎，你看小孩子在牵牛，小孩子在牵牛。低调。我觉得已经开始有冷的感觉，想走的时候，因为我们在这边海拔很高。哇！这边开始越来越乡村了，快看不到前面的路了。竟然小狗狗说超级冷的，我等到快要发抖，你知道吗？真假？真的啦。你还行吗？那你要拿衣服？然后快到我们要住的地方。应该在10分钟到。那我们停左边好了，停左边怎样？嗨哟！大家早安，我们在那边。历经奔波屁股快要烂掉，终于先到了住宿地之后，前往 Hancock Market。不确定怎么发音，但是会给大家听。这边是一个比沙巴超帅的，比沙巴还 local 的市集。超级！所以祥走哥就说他要放弃其他的市集，就一定要来到这个。然后这边只有早上礼拜，就每个礼拜的早上才有，而且一定要上午来才有。所以为什么我们昨天临时搭当天晚上的卧铺火车？你看他在绑 baby。牛尿尿秀，水牛尴尬不爽尿，还在尿。你看它的大便好大哦！罗伊现在想来挑战，就是问问看当地人一只牛的价钱，就是从小牛，然后看看跟大牛价钱，因为我不知道这种东西的行情价哎。好酷哦！我还有小牛哎。Yes。哇，多少钱？6万，所以9万，大概10万台币。10万。anh đùa nó mà hỏi cho bao tiền 7、8万。So how about the baby? tôi không được bán chứ mà Yes. Baby。nó thích anh ấy Wow. 哦。Baby。 It's a big dog. 感恩。你说 baby 是那一只吗？对不对？所以说那只比较小只的只，它大概是14000，嗯，所以大概是2万多台币左右。好酷哦。May I have a video with you? 我突然喷鼻涕，我好紧张。它看起来好温驯。对啊。很可爱。跟大家大概提一下，这地方其实是我们是从所谓的老街市骑车2。要种牛。我吓一跳，所谓的老街市骑车大概2个小时，然后这个地方叫北河线，它不是沙巴。假设你要去沙巴的话，是老街市往那个西边走，然后我们是往东边走。对，然后东北。对，这边算是一个更相对来说比较没有这么多观光客的地方。罗伊今天超级不专心的，一直在偷看牛。刚刚大哥好好心哦，跟我们讲行情价，很开心哦，就让大家知道一只牛的行情价差不多多少东。对，因为我们没有真的要买，所以我们不肯杀。对对对，他也很好，他也跟我们讲。好可爱哦！其实我觉得牛真的是一个很温驯的动物，然后这边会看到我们周围很。你喜欢吃牛排吗？我其实蛮喜欢吃，对不起。对不起。这边其实也有很多少数民族，我不是很确定他们是不是跟沙巴那边是一样。沙巴那边好像是很多是黑苗族。这时候被买走了，看一下罗伊有点坏，但你看到很可爱哦。
在吃。你好可爱哦，乖乖乖乖。他不想要抓狂。不要看他这样。谢谢你哦。他们这边其实我觉得很厉害，是他们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可以保有他们传统的衣服？真的，而且那对他们来说还是美的吧？我觉得就是对他们的审美。可是我不晓得生活上会不会方不方便。对，因为我觉得那穿着感觉蛮多道程序的。或者这边的全部都面壁了，可能就是被买走了吧，就像停机车一样停在这里，我猜的。我跟肉一在想这边是不是在出价，就是可能这区是在比较多人在竞标之类的，所以他们都围成这样子。你看它大便好大哦，你看它大便很大。北部他们都是类似这样梯田。哦对，可是他们不是种茶叶，他们是种植物。哎，我发现它下面的牛的品种好像不一样哎，上面是比较像水牛，然后下面是咖啡色的。在流行中想法如何，感想如何？对，非常紧张，我很怕他们突然群起暴动之类的。可是很滑。这区就比较像他们的市场，就可能卖一些果菜各种东西。都要840道菜。他可能可以直接跟他指定说要写多大块，然后再跟他买之类的。这边的面条很特殊，都是有点红红的，不知道是不是河粉，看起来很不像河粉。我发觉他们这边饮食习惯跟我们之前在都市看到的完全不太一样。而且他们也有咸菜哎，对，他们的面也都中式哦，这边感觉都是，然后他们辣椒也都是那种生辣椒哎，就不是那种哈诺伊的那种辣椒酱。我们现在在犹豫到底要不要来这边吃，看看他们当地。哦 ，OK， 感恩。一碗多少钱？他说一碗20 K 东，然后他们也叫佛，所以这对他们来说应该还是和风。我真就晒海。他们说这边也算很好，可能只是他们当地也是用一般的木材去烧。现在用来收藏真正的 local 面条小吃了。其实我也不知道这边到底是早餐还是紧张。你看，生辣椒酱，专业。这是我第一次在越南穿到羽绒外套，但真的冷到爆。现在很热吧？现在很热。而且我发现它很不像佛哎，超级像面条。这个比较像是台湾的面条，超级像，比较辣一点。对，好清淡哦。没有吧？要拿吧？他刚调味料加那么多，怎么可能很清淡？他加超多的。肉跟面一起吃蛮好吃，但可能我看到他的洗碗水，我有点紧张，因为他都用同一锅水，不意外啊。大概类似当兵那种感觉，这样大家就可以懂了。你们当兵是这样洗碗？我现在坐着才突然感觉到疲累感。其实我昨天没有什么睡，我都在睡2个小时。想走都没有那么睡。这种面条跟我觉得河内的比较好吃。我会觉得河内比较好吃。对，这一碗才20 K 东耶，非常友善的价钱。拜拜。就他会把西瓜、凤梨，然后还有芒果都先切好，然后就是可以这样一袋一袋买。这区应该是他们卖鸡的，不过这区比较小，卖鸡的话就比较常见。然后像这一条街就比较多是他们的传统服饰的东西。
设为主律。其实我会陆陆续续听到这边的人讲话，会发现他们还是跟河内的口音差蛮多的。翔哥，你有感觉吗？我听不出来。我觉得很明显口音很不一样，蛮明显的。翔哥，你再讲一次，好像什么？小鸡，我觉得是鸡啊。这是鸭，你说你跟500个亿。我还是看好它是鸡。你看它的嘴巴大小，还是看谱，看不出来，随便。嘴巴大谱也可以，多好。没关系啦，不要那么在意。小爆眼。这种地方有点像是传统市集融入上现在的商品，有些周围的人都生活好像很淳朴，而他卖的有些时候东西又很先进，知道吗？这西瓜才5K 而已，很便宜，还不错哎，肉你再看。甜吗？甜。要吃啊！这边当地好甜哦，但是它比较不是脏的那种感觉，没有沙沙的感觉。嗯。因为其实我们在越南很常会遇到问题，就是外国人都会被算比较贵。所以有些时候我会先看本地人付给他多少钱。他们的叫卖声超级帅。嗨，偷摸牛啊！他躲我，不给我摸。那我偷摸你屁屁。像我们看到这边还开始好多人，好多车哦。我们现在中途停下，因为看到这个景太美了。给大家看一下。那你在拖大便吗？对了，好悠闲哦，有点幸福，而且它超级一望无际的耶，然后就感觉东西都明明小小的，可是又看得出来是一根一根树，然后一颗一颗大石头在那边，画面超级可爱，而且有乌云的地方山就会突然变黑，然后有太阳没有乌云的地方，其他地方就会是亮晶晶的。向左哥表示想睡。欢迎来到肉鼻头的旅游彩蛋时间。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介绍就是北河这个地方啦，很偏远的一个地方。大多数人假设你是搭乘大众运输工具的话，你会先到达老街市这个地方。没错，老街等于是他们的一个大车站，所以当货布火车也会到这个地方。对，巴士可能也会到这边来。是。那从老街到北河呢，这个距离大概有70公里左右的距离。重点是它是位于海拔大概1000多公尺高度的地方，所以说它是会冷的山区。没错，大家知道我们在越南是穿短袖短裤，你还是会流汗，但是当我们那时候移动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们是下来拿羽绒外套，因为真的很冷，而且可能山上有些时候天气变化大，可能会起雾之类的。而且我们是夏天去，冬天的话可能会非常的冷。而且它其实陡峭度非常的陡，所以骑车其实蛮吃力。对，然后车程大概是1到2个小时左右。那假设你今天是要自己搭乘大众运输工具的话，可能必须要在老街市找旅行社，或者是在当地找巴士载你到那边去。那如果住宿地怎么选？想多呢？住宿地大家就建议直接住在老街，就是北河老街这个地方。如果你不能够安排6日抵达北河的话，那我建议你就不要来了，因为北河上面这个地方，通常大家会去就是市集是必去的景点，然后上面这市集它只有限定礼拜6有开，然后下面这北河市集就只有礼拜日有开，所以住宿地我们通常会选择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建议大家你不能6日来的话，你就不用再花时间上来，你直接去沙巴就好了。它的市集的特色就是它这边你还可以看到，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里面，还是有很多穿着各种原住民服饰的衣服，他们就是保存得很良好。然后我们也在这边首次品尝到了马肉这件事情。对，然后这边要特别注意，就是它的市集通常就是早上6点多就开始，哦对，一直到下午3点。虽然说它表定时间是这样的，可是我强烈建议大家一定要在11点以前到达，真的，因为它12点以后会陆续开始收摊，所以你会少掉很多东西。它收摊的很准时哦，可能指的是完全收完。对，所以建议一定要在中午以前到达。对，那就是今天我们分享就到这样子啦。没错，那我们到老街市，我们当然还可以去另一个知名的景点，就是沙巴。就是沙巴，跟大家分享。沙巴是更观光化的地方，它北河这边相对没有那么观光，大家可以自己去比较看看。那我们就影片也会跟大家分享我们实际看到的东西。那下一次影片见啦 ，See you， 拜拜，别忘了留下 like， 谢谢收看，拜拜。最后会有图文版的，就是大家可以自行安排自由行攻略，对吧？自己去看国美本都有自行取用 ，See you， 大家，请假。
个长头帅的。我当把妹。